遭到中国反制后，尹锡悦发起报复，重提部署萨德，是要想和中国撕破脸吗？大家好，我是肖银华。韩国遭到反制以后，尹锡悦发起报复，要拿萨德威胁中国，目光非常的短浅。近日，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开始出台相关入境措施，旨在针对中国的旅客。紧随美国其后的是英国，也玩起了针对中国旅客的那一套。可没想到的是，作为亚洲国家，却是中国邻近的日韩两国，居然也站到了美国的一边。这不，近段时间以来，韩国对中国游客采取的限制措施可谓是愈演愈烈，越来越没有底线。在面对入境韩国的中国旅客，韩国直接给挂上黄牌的标签，甚至将部分人给关进了小黑屋。可以说，韩国对中国游客采取的限制措施是一种赤裸裸的限制人身自由。对此，中国也对韩国进行了反制，断然对韩方无底线的行径予以了反击，暂停签发韩国公民私人事务短期赴华签证以及部分过境签证。不过，在遭到中国反制以后，韩国不但没有醒悟，尹锡悦甚至还想着要发起对中国的报复。一方面，韩国采取进一步的限制措施，要求中国入韩航班只能停靠仁川机场；另一方面，韩国又开始拿萨德说事，称韩国最早将在3月走完萨德在韩国部署所需的程序。虽然尹锡悦自上任以后一直都在积极推动萨德在韩国的部署，但韩国方面这次发布的这个情况的时间节点，就在韩国遭到中国的反制以后，所以格外引人注目。在一些观点来看，这大概率就是对中国发起的报复性措施。毕竟，积极推动萨德在韩国的部署，到底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呢？尹锡悦心知肚明。可以说，韩国在遭到中国的反制以后，他要求来自中国的航班只能停靠仁川，已经算是一种报复了。但没有想到的是，韩国居然再次搬出萨德部署问题来威胁中国。我认为，在被中国一记釜底抽薪后，尹锡悦当局决定用萨德部署问题来威胁中国。一方面体现出中国的反制确实直切到了韩国的要害，另一方面说明韩国方面有点不服气。这次韩国突然扯到萨德部署的问题上来，还表明最早在3月内将走完所有的程序。在我看来，韩国是想和中国撕破脸了。原因很简单，萨德雷达最大探测距离可以达到2500公里，一旦在韩国完成部署，那么中国的东部和东北部都将处于韩国的监视之下，这将对中国构成极大的威胁。我认为，如果韩国真把部署萨德当成对付中国的报复，那么中国对韩国的反制就绝不仅仅是暂停签发韩国公民短期赴华签证这么简单了，不排除中国同样也会上升到军事层面，也就是要让解放军告诉韩国做出这样的举动，其究竟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咱们下次见。